所以当时摩西他的家人生下摩西之后呢，就把他装在一个篮子里，放在尼罗河里漂，然后就被埃及的公主，所以摩西就是被埃及公主养育长大的。非常有名的话就是 Let my people go, so they can worship me。但是呢，法老的心刚硬，因此就有了10灾。我们刚刚从耶路撒冷搭444，现在到了 Eilat。等一下，如果有拍到红海的话，再给大家看。Welcome to Egypt。大家早安，今天是13号，太阳下山后就是14号，就是逾越节了。然后逾越节要干嘛呢？当然要告诉大家逾越节故事啊。但是今天要去一个地方跟逾越节有关，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能介绍逾越节故事的地方。带到故事的尾声，你们就会知道我在哪里了。我们一起来看吧。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到了以色列南部，叫做 En Yahav。我的旅伴，好啦，我今天呢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逾越节故事。这个故事呢要从一个人叫做摩西开始讲起。这个人呢，他是从水里被捞出来了，因为不认识约瑟后几代的法老。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长得很快，长得很多，所以他就是这个法老就开始屠杀以色列婴孩。所以当时摩西他的家人生下摩西之后呢，就把他装在一个篮子里，放在尼罗河里漂，然后就被埃及的公主，所以摩西就是被埃及公主养育长大的。摩西在埃及皇宫受尽了埃及一切最好的教育。摩西长大有一天呢，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要杀摩西，摩西便逃到米甸去。米甸在红海的另外一边，意思就是他要跨过整个西奈半岛，整个。摩西在那边结婚生子，他的妻子名叫希波拉 （Zipporah）。过了很多年的这个埃及法老死了，想要杀他们的法老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哀声达到于神，神纪念他们哀声。有一天，摩西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就是西奈山。但其实西奈山不在西奈半岛。冷知识：出埃及记3章2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摩西就说 ：“Here I am。”神就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耶和华接着就说明他看见百姓的困苦，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第9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之后摩西呢，就是领受完这个呼召之后，就回去见法老，他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 Let my people go, so they can worship me。但是呢，法老的心刚硬，因此就有了10灾，而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下一个部分，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再说。下一个地方应该就是以拉特。我们现在每一个休息点会有15分钟，司机只讲希伯来文，大概要听得懂15分钟或是10分钟，什么时候上车？这样，等一下我们就继续听完故事吧。公车上非常的冷，而且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在公车上面他们有提供可以充电的地方，但这个充电座在上面。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是在上面，然后我想唯一的可能应该是因为大家不会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它有一条线在那儿。这个公车的边边也没有可以放饮料的地方，他们的椅子也没有办法往后，就是它没有往后的功能。对。
我们刚刚从耶路撒冷搭444，现在到了 Eilat。等一下，如果有拍到红海的话，再给大家看。但是我们现在要转乘公车到另一个地方。前面就是关口了，我们要准备出关。刚刚就只有过了一个，他就只有问我们身上有没有带任何防御性的武器，然后我们应该还没出关啦，现在前面才要出关。你在以色列端呢，你需要先付一个离境税。这个税现在2024年4月大概是113块加6块的手续费，但是如果你是信用卡付款就不用付手续费。付完款之后你会得到这个，然后你就要去排那个 passport control， 排完之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个准许出境，你就会拿到这个，然后呢就离境。Welcome to Egypt。我们终于入境埃及了，刚刚只是浩劫重生啊，要跟埃及当地人摊盘计程车价格，然后离境、入境各种钱要付。OK， 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在塔巴关口的时候呢，我的摄影器材就是全部被扣留，包含电脑，连我的底片相机都被扣。然后他们就是拍照，然后传到开罗去，下面这样跟我讲但他们英文也没有很好，他们传到开罗去，传到开罗去之后再等电话回来，然后如果 OK 就会放我走。但是我们在那个关口大概等了1个小时，然后我们就错过了1点的公车。但其实你如果出来这个塔巴关口呢，外面也只有计程车，然后这个计程车呢，它就是会想办法哄抬价格嘛。如果从塔巴直接坐到开罗，总共是300块美金 ，which is 我们不可能搭，因为太贵了。但是呢，我们通常有2个选择，你可以搭计程车到最近的公共公车的地方，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塔巴 Height，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我们就在网络上订了票。但是呢，这边也没有一个 bus station， 它大概就长这样而已。你有没有看到那台公车停在那边？对，就这样。然后其实还有1个小时才要发车，司机在上面睡觉。我们刚刚就去敲了门，但他都没有听到，所以我就直接按了一个按钮，结果门就开了，哈哈。然后我们就放了行李在里面。总之呢，我们现在人在塔巴 Height， 然后等4点半这班车，如果求主怜悯，希望可以5个小时就到开罗，是这样子写啦，但是要看他走的路线。但是如果他走比较远的地方，那就会开个10个小时或13个小时。We will see。我们刚故事讲到10灾，对不对？第10灾就是灭长子之灾，所以当天晚上法老的长子就死了。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出埃及记12章第1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1年之首，为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10日，就是1月10号的意思啦。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1家1只，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第6节，要留到本月14日，就是1月14号。其实就是今天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这只羊羔的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就有点像是贴春联的概念啦，就是左右上面都要这样。第12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13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这段经文有几个重点，你在1月10号的时候就要找到这只羊。然后呢，你要留到什么时候？你要留到14号才可以宰杀。经过这个10灾之后，埃及法老的长子不是死了吗？所以隔天呢，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去。但是这件事情又跟新约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故事的时间点呢，要插播一下，因为看到红海了，以色列人不是出埃及了吗？然后接下来就会接续红海的故事。
这个就是红海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就到了红海，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过，后面有追兵，摩西就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分成2半，以色列人就进到西奈旷野。然后当以色列人全部走完，埃及的追兵要追到红海的时候，红海就恢复成一片海，然后所有的埃及士兵就毁灭在海里。刚刚就要上车了，要发车了。然后这辆公车呢，实在是舒服，所以我就先睡了一下。但现在呢，我要继续说这个逾越节的故事跟新约的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耶稣受难前是什么时候进城的吗？4个福音书啊，只有约翰写下了明确的时间。By the way， 他3卷福音书叫做对观福音，意思就是他们是互相对照的。马可最先写，路加参照马可的，马太参照马可、路加的。只是他们书写的对象不同，所以取向不同。但是约翰福音是有意图的整理了7个神迹，以及耶稣所说的7个我是，比如说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的光，我是，对。还有你去看约翰福音的篇幅，12章开始就是受难周的故事，所以有1半的篇幅都在讲耶稣受难、钉十字架、复活，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约翰福音12章第1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伯大尼已经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地方了。第2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什么时候进城的呢？逾越节前5天。逾越节前5天是什么呢？就是正月初10日。正月初10日要干嘛呢？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1家1只，要无残及1岁的公羊羔。接着呢，13章第1节，逾越节以前，就是逾越节当天哦。耶稣为彼得洗脚，但彼得说全身都要洗。然后耶稣讲了一篇道，接着就被卖捉拿。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18章38节，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刚刚这些故事代表什么呢？这只羊是不是要在10号的时候就找好了，14号才可以宰？耶稣是不是10号就进城，14号逾越节的时候被钉十字架？那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代表这只羊是无残疾的。这一切发生在逾越节当天，耶稣成了那只逾越节的羊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纪念逾越节。新约的我们仍然要纪念逾越节。故事讲完了，那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Where we are right now in New Weiber, it looks still far, far, far away. This is Sinai, and we're going to Cairo. 现在是半夜2点，终于要前进开罗了。然后刚发生了一件事情，先给大家看画面。所有人就下车，然后把所有的行李都拿出来，然后又把护照收走。Why don't we take elevator?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然后现在是凌晨4点半，因为昨天早上5点半起床，搭7点的车从耶路撒冷到以拉特，大概11点多，然后去塔巴，在关口被卡了1个小时。4点半的时候从塔巴 Heights 搭巴士开到开罗，现在大概4点半，我们刚搭计程车过来，先睡了。明天见，大家晚安。然后再进入到，如果你走进去啊，你总共会到2个岔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你要往上的话，就是那个法老墓室。摸到了。